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那对外呢，那也是杀声隆隆啊。我们现在看到川普新内阁当中，很多人一看，至少从卢比欧一看就知道，抗中鹰派，全部出炉。那么这里面让美中之间的关系呢，当然就陷入了最紧张的一个情况。但是也有人评论说，其实中国大陆真正忌惮的人，其实并没有被任命。所以觉得这中间透过马斯克也许有一些转圜，但无论如何，这个中美贸易战影响的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川普的关税大刀是对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克宏他已经讲了，他说中美贸易的战可能会导致欧盟被撕裂。其实他看到的不是说欧盟要如何去应对川普而已哦。他认为，当中国要去拉拢欧盟的部分国家，然后呢，部分的国家还在犹豫到底要跟着中国大陆好还是跟着美国好的时候，这时候撕裂就会出现，可能这个局面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状态。那么，因为他很多的财经官员还没有确立，但是已经传出来可能会任命莱特海泽呢，作为他的贸易沙皇。那莱特海泽呢，是他当时的贸易代表，好，贸易代表署的代表。那么现在这个贸易沙皇可能下面要管的是包括商务部，还有包括了贸易代表署，所以他的权力会非常大。那传出来说，他已经在美国国会开始发税帖了，100天哦，他的税帖是100天方案哦，100天的新关税计划，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一律课20%的关税，而中国大陆课60%。所以这一个大刀砍向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影响，这边请教杨老师。这个外媒他说中国忌惮的人物没有被任命。他说中国忌忌惮的是蓬佩奥、O'Brien。我一看下去，我看那边我就快笑出来了。对，中国真正忌惮的人物哈，还没有被任命，但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莱特海泽。其实真的是莱特。我觉得其实中国才不怕你怎么外交或者是这个国防这一块，你任命谁他都无所谓。他的意思是说，这2个人跟余茂春比较熟。对，当然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文章根本写的不太了解川普的任命的思维，以及 Rubio 或者是那个Pompeo 啊，就是新任的国防部长啊，他们的基本的态度。那新的国防部长在11月8号就还没有被任命，但是胜选之后，他就在那个自媒体上接受访问，就一天到晚在这个制造就是说中国威胁论了，而且是中国是要统治全世界的这个说法。那他真正怕的其实是，就是说也不是怕了，其实已经被制裁了7年，还怕吗？但是真的会造成这个严重的冲击，全球性的。那会不会全球？那全球怎么反应？就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川普的内阁哈，我觉得一句话。这不是让美国更加伟大，是让川普更加伟大的内阁，让川普更加伟大。他要知道他自己的，就是说这个 legacy， 所有过去跟他有仇的、对着他的，他都要报复。然后呢，他要去消减过去他觉得这个 establishment 这个建制对他的这个就是说仇恨。因此呢，你不要忘记还有2个人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的，这2个人最关键就是马斯克。跟另外那个叫拉马斯瓦米，他就是所谓的政府效率部。那拉马斯瓦米这个报纸登出来了，他说我跟马斯克要大刀阔斧的拯救美国，数百万官僚将会被赶出华盛顿，华盛顿的房价一下会跌下来。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各部会你们就去做，因为最后面不只是川普，还有马斯克的这个效率委员会、效率部会给你指示。你要砍谁，哪个部门要缩编，50个人变成10个人，叭叭叭就给你这个指示，那你们就去做，那他们也就是一定会去做。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不只是政治上的沙皇川普，还有一个商业上的沙皇马斯克联手来去把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效能或者是瘦身。那它会产生，就是说，如果真的现在有个边境沙皇，你刚刚讲那个，对，就是贸易沙皇，好像好多沙皇，所以真的变成10大恶人，沙皇们彼此之间的对抗。因为沙皇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权，对，他可以立刻上任，不需要担心同意权的这个撤走。对，但最早的沙皇是那个坎培尔，印太沙皇，
那最后他是当了副国务卿，也要这个参议院的认可。所以现在是国际上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啊，我觉得你觉得全球南方国家不会团结在一起吗？一定会啊。G7 还有用吗？G7 变 G6 了。那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是 G6 了，对啊，而不是 G7 了，对不对？或者 G6+1吧。One versus 6。Yeah， 而且在里面自己对抗。那在 G7 之外的国家呢的欧盟这些西方的国家会不会被分裂？好，这一定就是马克宏所讲的。那这些全球南方的国家现在有金砖这个平台，现在有 APEC， 现在有 RCEP， 现在有上合会的这些平台，会不会整合？中国大陆要邀请，应该是就是最近吧，邀请10大国际组织到北京来谈如何面对川普的贸易冲击。你可以想象到国际上最知名的国际组织，中国大陆都要邀。什么这个 IMF 啦、世界银行啦、国际清算银行啦，然后 WTO 啦，全部所有这些跟经贸有关的，他通通邀。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在组内阁的过程，因为他还没就任。那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内部的情况，真的你就乱吧，你就杀吧，你就内战吧，反正就是美国内部的事情嘛，对不对？绝对耗损美国，绝对不太容易说让美国真的再次伟大。也许数字上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他们牛津经济院已经说最多2005到第3季，也许经济会有上扬，但是从2005到第4季开始就会出现问题。他研究的结论是短多长空，对，而且这个短很短。那因此，但国际的东西才是真正我们关注，全世界关注那个冲击还没有真的呈现，只是大家在思考怎么去应对。那你就看到，就是第一个，因为他人员还没任命；第二个，他真正的政策还没出来。不过不要怀疑，这个他已经很清楚的方向，所以大家已经在准备。当马克龙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给美国听，他讲给那个莱特海泽听。你不要砍得太凶，砍得太凶，你的盟友都会背叛你；砍得太凶，你的敌人会更加的强大了，而不是美国更加强大。但是莱特海泽听得进去吗？这边我请教郑亮，因为呢，一方面是莱特海泽这个任命还没有任命，但大家知道说莱特海泽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是最忠心于川普，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对外的关税人的所有的这些战略，其实都跟莱特海泽是有密切的相关的哈。那么，当然中国大陆这边现在看得到，他正在拉拢欧盟部分国家啊。然后呢，还有美国的过去的盟友，他现在都在拉拢当中。另外呢，他也正在透过美国的商界，希望改善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马斯克，那他能不能够？《华尔街日报》就说了，那么中国现在正在拉拢美国商业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抗衡川普来对抗中国这件事情。美国内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希望课高关税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美国的时尚业，他说这不是价钱的问题啊，这中国大陆现在做的衣服就是最好的，那你让我们时尚业未来怎么办？好，那这一类的声音能够阻止美国所要发动的对中的贸易战以及对全世界的贸易战吗？郑亮，当然是不可能啊，法国根本就不重要。我跟你讲啊，那这世界有一个国家对川普是重要的吗？没有，只有美国最重要啊。事实上，这个也给中国一个机会啦，就中国就变成是他去重视国际法，还有国际的组织嘛，所有多边组织、自由贸易，它都变成旗手。那对比川普要破坏多边组织、国际法，然后保护主义。那中国大陆一定会这样做啦，不然他搞进博会干嘛？对不对？而且人民币也要国际化。这次进口博览会会有那么多的厂商跟国家参加，我认为其实跟川普即将回来是有关系的。而且大家都提前部署嘛，就到中国抢货了，因为明年就要加税了啊。所以他这次进博会总交易额是800亿美元啊，而且美国厂商是最多的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对川普来讲，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对中国的60%会不会一次到位啊？如果是的话，这个七伤拳就会非常严重啊，因为你等于是逼中国大陆要立即把它压箱宝都拿出来嘛。
那个回击我认为会非常重啊。比如说波音就立刻停止买，一定是这样。这个很容易啊。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逼中国做这个动作嘛，中国本来没有要这样做嘛。比如说你如果磕个20%，那大概就是可谈范围。可是你如果一下加到40%以上，我认为中国大陆跟美国买的东西大概就全断了啦。所以那个就是七伤拳了啊。那个震荡，我觉得川普一定是拿这个全世界跟他贸易逆差那个表拿出来看。我整理了，台湾排第6帮他整理。哦，我也整理了，台湾排第6，你知道吗？你讲的是全年数字。全年数字。金融时报那个是从去年9月算到今年8月。台湾啊，不，因为你要把欧洲放进来。对，我是把。你要我的那个排名，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第1名嘛，第2名是墨西哥，我们算一年，对，墨西哥是第2，我也算了去年全年，然后今年上半年前6名的排名没有变的，墨西哥第2，越南第3，对，然后德国第4，日本第5，我们第6。如果我刚刚那个计算是去年9月到今年8月，有一个国家插进来，爱尔兰，爱尔兰在德国后面。OK， 那爱尔兰之后才是日本，那日本之后就是台湾，对，对，台湾跟加拿大一样，还有加拿大，对，还有加拿大，那数字大概都是650亿，就1年来讲，他那个是用美国的海关数字，没错，我们台湾一定会辩护啦，说没那么多啦，美国不理你，我们说480亿，对，可是美国不会理你，没错，他以他的海关数字为准，没错，那中国是2830亿啊。墨西哥是1610亿，对，墨西哥跟越南最惨，因为越南占它的 GDP 最重，越南1100亿，对，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就是川普会不会，我应该说莱特海泽啦，莱特海泽会不会针对有岸外包这些国家中企占的比重去细算？一定会啊。如果他这样干那我跟你讲我觉得跟中国就完全杠上。因为这个金额蛮大的，这个金额我认为中国因为对美国的整个出口大概降了1000多亿嘛，对，就是跑到越南、墨西哥嘛，对为主嘛，对，那我认为那坦白说，他去磕墨西哥也根本就违反这个美加墨的自由贸易协定，反正这个人就完全没有法律了啦。对啊，对啊，因为连科技产品他也要磕10到20%，对啊。所以他已经完全都不遵守国际的规定了，没错，就是硬干嘛。因为莱特海泽当年在雷根时期，他就觉得雷根政府太遵守法律了，是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在看你莱特海泽第一个出手对中国要磕到哪里了。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中国财政部蓝佛安说那个刺激消费的规模明年再宣布，因为不知道他要怎么出手啊。所以中国的回应大概我估计啦，大概就是2月下旬，就是2会左右啦，那个时候他才会回手嘛那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比美国要低很多，所以它是有空间的美国自己也有计算美国的债务 GDP 的比重是118，中国大陆我看过好几种统计啦。中国大陆自己统计是67.5，是中央的部分。我认为没有那么低了那美国一般估计大概是83到90，那还是低美国是118，对，没错所以我认为蓝佛安就是 hold 着暂时不公布，我就看你怎么出手，大概是这样。好，所以香蓉你怎么看这个贸易战因为现在莱特海泽的人事还没有确定他到底会在什么样的位阶，然后他的出手有多重？坦白说，这个才是影响到全世界贸易战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当然，这里面配合他的财政部长，在各种谈判上面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是2个人选到目前为止人事还没有定，所以他到底全世界的出手的速度、幅度、强度怎么观察？美国现在在做的，我们如果只是顺着就是现在川普的信仰，把关税当武器，觉得恢复关税，重新订定对美国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是对的。如果顺着这逻辑，那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的国际贸易规则，那就是错的。
可是这些战后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的规则都是美国建立。是啊，大家都是照着美国所定的规则，而大家认为这个规则精神上并没有错。我们都应该呢尽可能降低关税壁垒，我们应该追求自由贸易，我们应该让呢货畅其流，我们应该在寻求全球主义，我们大家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跟得上 We are the world。但是今天呢，美国在告诉我，美国不再唱 We are the world。你看今天叫美国任何人唱，他们都会觉得很恶心，因为那个时代真的过了。那在过去他为现在唱 America above the world， 对他们现在在唱的呢，都是呢这个Bruce Springsteen 的这个老歌，都是呢在歌颂美国。他已经呢不跟你谈呢全球主义了。哇，你还会想到Bruce Springsteen？对，就是因为他你看他们在所有的造势场合当中，那个是必放的曲子。他召唤工人阶级的感情，然后你看他的那个歌词里面，你不太去注意歌词，那个歌词里面呢都是工人阶级的情感的描述。当时就是表达工人主义的一个，他就被称为工人皇帝嘛。好，所以他今天呢，他要去改变呢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不是始于今天。美国呢，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从1992年美国勉为其难的做各种的保留跟修正之后，接受了联合国的2公约，谈不上接受，因为它的修正跟保留让这2公约没有办法在美国国内做任何法律应用，所以纯粹是敷衍它。可是1992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呢批准过任何跟联合国有关的公约。美国基本上所有的公约呢，他都当没听到，他连呢反地雷公约呢，他都没有签。当年在越战的之后呢，鼓励大家呢要反地雷的，说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还有8500万枚的地雷会伤很多人，说我们一定要把地雷清干净。可是呢，当他发现了冷战结束了之后，再跟他谈反地雷公约，他不理了。换到美国呢，美国基本上此一时彼一时。在过去，因为你没有看到过美国的反面，所以国际社会就像呢，在过去，我们看民进党，你没有看过他的反面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呢，民进党讲的并没有错。可是当你看他反面之后，你就知道他此一时彼一时。当他呢很强势，他认为公投应该绑大选；当他投不赢的时候，他就公投跟大选就脱钩。他会用各种的方式呢，此一时彼一时的操作。美国基本上面就是权力上面极端自私的存在。我们在谈的联合国呢，就像呢中国现在呢在召唤全球在2战之后所成立的支撑起这个全球架构的主要的国际组织，大家坐下来谈一谈怎么办。美国这个呢，当初这些的国际组织几乎都是美国推动成立的，可是呢，这个推动成立的呢，这个国家不玩了，他要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因此，中国在做的是把美国留下来的战后秩序稳固下来。中国成为美国战后秩序的国际观的一个继承者，这是现在最莫名其妙的事。所以中国在谈全球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谈自由贸易，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谈自由贸易，谈了互不侵犯，这在上个世纪冷战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可是，在现在，当你看到川普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美国还有呢会回转的可能性。第一个，他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他的国力真的大不如前。他现在呢，唯一呢能够呢去跟你计较的，当然不会是我说的在军事上面。你看这次的珠海航空展，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啦。其实美国是有参与的，美国的可口可乐、肯德基呢都有参与，都是里面的主要的赞助商。47个国家。对，47个我在讲的不是国家，我在讲的是企业，我在讲广告赞助。不要认为美国没有参与，不，可口可乐、肯德基呢都有参与，都是里面的核心的赞助商。我说看完了之后，他也知道军事上面他能够较量的空间越来越少。外交上面，它处在一个绝对不利的位置上面。你看到联合国最近所有的投票，美国几乎都大败。他连要发动一个美国在上个礼拜发动一个，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权谴责，结果也大败。就是他动员尽可能的在一个空洞的概念下面动员他的核心朋友圈，结果还是大败。一堆国家呢出来呢帮中国讲话，他剩下的呢就只剩下金融。
金融呢是它最后的手段。因此呢，除了金融呢需要去注意，因为金融是中国最弱的一环，所以中国呢就是香港已经有国安法了。对了，所以它就是建立。可是金融战可能还有更多的那一些短兵相接的地方。对，它会有很多是我们看不到的、听不到的，但是每天24小时呢都在进行的。毕竟今天那是真的要严肃面对的。没有错，就是那个是牵涉到专业，同时毕竟今天的华尔街。今天的伦敦的金融圈，它仍然掌控的绝大部分的，就是说呢，国际的资本的流动的管道，以及资本的流动过程当中操作的细节，这个是中国不娴熟的。金融从来没有一刻它的全球的主导性呢，有一点点权力呢分享在伦敦跟华尔街之外，这跟其他的领域的较量呢是非常不同的。那你看到呢，川普这次任命，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怕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推了联合国大使？他推了联合国大使呢，是从头到尾一直呢在骂联合国的。他认为联合国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他认为美国应该退出联合国，他认为古特雷斯是个混蛋。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人去当联合国大使，你认为他对联合国是什么态度？川普都已经讲过，联合国不就是一个聊天俱乐部而已，有啥重要的？所以。川普的一个核心的信念呢是很清楚的，就是美国定规则，但是呢，你们呢所形成的共识对我一点都不重要。所以美国呢，它在这一段期间，它会利用它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然后去对每一个国家个别针对，但是在国际上面退群。那这种个别针对、国际退群的这种情况，那全世界应对跟中国大陆的挑战跟机会，我觉得都是密切相关的。好，这我们会在未来的4年，每一天都会变得很热闹。好，这边有一位这个好朋友，他是在 YouTube 上面第一次抖内minh悟，好，谢谢你的抖内。他说，请问各位觉得有没有可能，如果川普确定啊，习近平2027一定要武统台湾的话，川普说不定反而会极限施压台湾，接受马斯克的台湾特区，因为如果用武统来完成，美国声望会大幅下跌，还不如用促成合统交易台湾，它可以继续维持美国世界老大的名望。3位你们要不要很快的来评估一下这种可能性到底几率高还是不高？很快的，有没有？我觉得存在。那郑亮，这个很难判断啊。因为我们现在看2025了，看美国出手的狠度了，你只要看出他的决心了。那中国大陆的决心也是相应出来的。香龙，实力原则，当他评估就是说呢，你不同意中国照样办得到的时候，他就会低头。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关键在说中国能不能让美国知道，我要做的事情，就像你美国讲的。我如果让你知道是尊重你，跟你的反对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中国做得到这一点，我们的观众呢所描述的那个逻辑就绝对成立。实力原则，这也是川普不断的在强调的这件事情。